实际上，近期美国国内期盼美中相向而行的声音越来越多。周三，美国40多个进步团体联名致信总统拜登和国会议员，敦促他们避免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优先考虑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公开信还呼吁美国承担历史责任，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多，停止妖魔化中国，逃避气候责任。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进步人士第一次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度提出批评。今年5月，一些民主党议员和60个活动组织呼吁拜登不要把中国变成21世纪的苏联。美国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当时表示，冷战思维将中国作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并妖魔化华裔美国人。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联名信发出了新的警告，他们想让总统知道其对华政策正在毁灭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报道称，拜登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他们可以将与中国的气候合作和地缘政治竞争分开处理，但进步人士并不相信，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更广泛的美中争吵正在渗透到气候变化努力中。如今年6月，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禁止从一家中国公司进口太阳能电池板材料，这被认为将削弱拜登在美国国内推进清洁能源的努力。然而，拜登政府却继续我行我素，持续打压中国科技企业。2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最早将于当地时间周5以所谓涉疆议题为由，将10家中国企业和其他实体纳入其经济黑名单，并且利用高科技实施监控。中国外交部周5回应表示，美方所谓的实体清单实质是打着人权幌子打压中国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工具，是美方祸乱新疆、以疆制华的手段。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坚决挫败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对中国的这个高技术已经实行了几乎甚至不是几乎就是全面的脱钩，同时还在这个领域之外，并且同这个领域密切相关，已经发动了主要针对中国的重组供应链运动。那么可想而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主要依靠甚至压倒性的依靠自主独立自主技术创新来维持中国的经济安全，维持中国的战略安全，维持中国的其他方面的至关紧要的利益。此外，美方拒绝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签证一事也持续发酵。美国务院发言人狡辩称，相关措施依据第10043号总统令，只影响少于2%的中国籍申请人。美国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赴美。汪文斌表示，美国本届政府口口声声说重视对国际学生的开放性，却继续将这个充满偏见歧视的总统令奉为圭臬，这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和欢迎中国学生的表态完全不符，是继续在开历史倒车。美方称上述措施只影响少于2%的中国籍申请人，但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报告评估，每年预计有3000至5000名拟赴美留学的相关学科中国研究生受到第10043号总统令的影响，占总人数的16%到27%。汪文斌说，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根基，学术教育与科技交流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并重新审议这一问题，停止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限制打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另外，美国白宫周3还宣布延长所谓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有关涉港制裁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周4形容该举动为美方继续公然干预中国内政。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过去超过1年，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执行香港国安法的行动，美国完全不可理喻，并多次发表无视法治、令人愤慨的言论。美方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们按其总统在2020年7月发布的行政命令，而针对中国和香港特区采取的单方面措施，包括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实属野蛮行径，反映美方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在香港问题上，拜登政府这么做应该说反映了拜登政府近乎全面的对华的这个竞斗和对抗立场，同时这个也符合美国
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特朗普2020年开始这个基本的逻辑。新华时评指出，美方不思悔改，错上加错，继续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将美式唯我独尊的蛮横和唯恐天下不乱的偏执暴露无遗。央视国际锐评认为，这届美国政府仍在上届政府的错误政策轨道上滑行。1年前，所谓涉港紧急状态由时任美国总统签署之时，中方已然表达过坚决反对的立场。1年来，香港在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护佑下，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投资环境日益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再次肯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近期民调显示，超80%受访市民认为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有好转。人民日报终生评论认为，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胜于雄辩。那些顽固秉持偏见和双重标准对抗道义的挑衅，无论其以何种形式上演，延续多久，结局只能是灰溜溜的以失败收场。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香港国安法是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阀，是契合国际实践的高标准示范法，是反对外部干预的霹雳剑，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依法安香江重大成效影响深远，东方之珠的未来必将更加灿烂光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今年活动中还表示，1971年中美实现关系破冰的重要前提是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50年后，这一前提依然有效。而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受到美日捐赠疫苗、日本副相麻生太郎释放所谓日美共同防卫台湾望语等连番鼓舞，民进党当局似乎有些飘了，借意谋独，以武拒统，愈发嚣张，令两岸关系遭受重创。但本周以来，美方接连对外表示，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无异于给民进党当局一记当头棒喝。基辛格在周5的视频讲话中强调，在1971年对华访问中，美方所承认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把台湾视为国家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奠定中美关系的前提条件。美国承诺不会挑战这一立场。在50年后的今天，两国都应该明白，这一中美关系的前提条件依然有效，甚至比当时更有效。外界注意到，本周以来，幻想着紧抱美国大腿谋独的台当局，接连被美国方面浇冷水。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周2曾在推特上发布一张图片，提供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捐赠疫苗的细节，其中就包括上个月送往台湾的莫德纳疫苗照片。照片中还显示了台湾地区的旗帜。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顿感捡到宝，立即转发这条推文，并声称感谢美国的慷慨，我们将共同战胜疫情。不过，蔡英文转发的这一推文周3就被白宫删除了。除了删除推文，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4站出来再次澄清，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So this was an honest mistake that was made by the team handling graphics and social media and should not in any way be viewed as a shift in official U.S. policy. When we recognized the mistake, we removed the tweet. So we did exactly as you said.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这已经是本周以来台当局第2次被美方打脸。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周2在参加美国智库亚洲协会视频座谈会时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完全了解其中的敏感性。I'll be careful here. We support a stro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We ful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ies involved here. 坎贝尔还称，在对台事务上必须保持平衡，这攸关牵动国际局势的台海和平稳定。台媒指，这是拜登政府首度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台湾岛内，包括美国国内亲台势力要求美国公开表明要对台战略清晰，也就是说清楚地表示要防卫台湾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现在是给予了否定。美国可能某些人会犯错，但是呢，他们会立即的改正，显示他会回到一个传统的对台政策上。这对岛内的这个台独分子，包括民进党当局，也是一个警告，妄图挑衅中国大陆、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做法，应该消停一下了。
美国上一次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是在2016年蔡英文首次上台前夕。当时民进党尚未公布两岸政策，美国提前给蔡英文画了红线，提醒他不要太任性。再上一次，则是陈水扁2007年力推所谓入联公投时，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痛批此举是朝向宣布台湾独立及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步。美方此时再就不支持台独发声，岛内各界看得很清楚。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美方表态符合美国务实的外交政策。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蔡英文当局在两岸关系上过度对立的政治操作，不但让两岸陷入难以挽回的僵局，更影响美方战略模糊下可保持的弹性，冲击区域稳定。就连曾被美方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周三都表示，美国不认为台湾有国家的主权，不论民主党、共和党哪一党执政都一样。观察指，美国深感民进党当局嗨过头了，需要敲打点醒一下，以免局势失控，将美国拖下水。此时给民进党发热的大脑降降温，正是情理之中。希望能够给台海地区的形势能够降下温，因为过去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拜登政府实际上也试探了中国大陆的底线。他们上半年，比如说有官员的访问呐，比如说签订了海巡的合作协议等等等等，在这些美台实质关系提升的动作背后，我们中国大陆都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制。现在美国政府的表现可以看出，我们对美的反制是起到了作用，美国拜登政府还是回到了传统的一种政策上。台媒观察指，按照此前表现出的种种迹象，民进党当局为了谋独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已经在升高。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不时在社交媒体发布台湾会战到最后的消息。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透露，台立法机构下个会期将召开所谓修宪委员会，不排除部分台独分子提出所谓把领土固有疆域修掉，改成台澎金马等，从法律上跟大陆完全切割。岛内的关于修宪的这样的案子，目前看来是没有涉及到所谓的法理台独的内容。之前有民进党的议员提过这样的案子，但是呢最后并没有排进去。岛内的立法机构是由游锡堃来掌控的，大家非常清楚，游锡堃是一个极独分子，包括在他当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曾经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而且民进党党内的一些极独势力一直蠢蠢欲动，他们妄图能够说在这一次修宪过程中加入一些私货，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但是就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立马现实的威胁。台湾联合报评论说，吴钊燮成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台湾会战到最后的消息，毫不深究有多少人愿陪他一战。坎贝尔透露弦外之音，加上邱毅人唱和，显示美国当然爱台湾，爱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台湾。民进党当局把投机客当救世主，究竟是无知还是无良？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就提醒，美国玩的是非常危险且微妙的平衡游戏，没有3两3，不敢上梁山。台湾连下场陪玩的本钱都没有，只能任人摆布。最怕台湾的无脑无良政客以为形势改变，幻想自己已从场边观牌的小弟变成可以上场叫牌的大哥，那就真会害惨台湾。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敢公开的挑战中国大陆，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中美战略博弈，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特朗普对我们中国大陆打台湾牌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巧妙的利用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才敢大搞台独分裂活动。现在，如果他背靠的这个大树，也就是美国，已经对他提出了某些警告的话，我相信他会有所收敛，但是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继续走台独这条路，只不过是他的策略可能会变一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美专门举办的云端纪念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处理两国关系的根本遵循。您对此如何评论？7月9号确实呢是国际外交史上一个意义非凡、值得大书特书的特别日子。50年前的今天凌晨4时左右，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时任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他以胃痛为由神秘隐身，但是呢，他并没有上医院，而是开启了一段最惊心动魄的绝密行程，乘坐专机飞往北京，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绝密会谈。基辛格在1979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White House Years》，也就是《白宫岁月》一书中浓墨重彩记录了个人外交生涯的这一巅峰时刻。他这样写道：
北京绝密行程的首要任务是从中方手中拿到对美国总统的访华邀请，为尼克松破冰之旅打前站。而周恩来总理对谈一开始呢就明确，前提条件是美方必须要承认这一原则，台湾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英文表述是 part of one China。美方记录会谈的绝密外交文档呢，一共是46页，其中呢有9页关乎台湾议题。当然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尽人皆知。尼克松1972年2月破冰访华，被称为震撼世界的一周，是深刻影响冷战进程、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国际大件事。习近平总书记7.1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呢，反复强调以史为鉴，开启未来。现在呢，我们重温中美关系这一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传奇一幕，让历史深处的洞见、行动与共识来映照中美关系的现实，来远观中美关系的未来。那么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王岐山在主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中美关系3个联合公报，它的核心要旨也正是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源于美方最初绝密会谈外交记录反复提到的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呢，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原初起点。所以王岐山强调，3个联合公报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它的深意正在于此。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基辛格也在预录视频讲话中强调，中美两国当前更加需要双方合作，希望能尽早再次进行认真对话。您对此又是如何评论呢？基辛格已经98岁了，他是不折不扣的世纪老人。从50年前由假胃痛开启的绝密外交行程起步，基辛格之后的人生轨迹，世界呢有目共睹。由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转任国务卿，乃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贵为西方世界最有政策影响力的退休政治家。他最具洞见观瞻的国际战略大师和外交观察家的人设呢，毫不褪色。当然了，基辛格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角色形象，也早就家喻户晓。2年前，基辛格来北京参会，他再次获得习近平接见。中国最高领导人赞扬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将会载入史册。基辛格传奇人生的最传奇的一页，无疑是在50年前的今天书写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世纪老人经历了最伟大的胃痛。那么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么说并不夸张。基辛格在视频讲话中，他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再度重申，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美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方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最重要原则的再确认，而且呢是来自历史当事人的再确认。所以可以看作是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又一份历史证词。世纪老人至今呢，他仍然在思考中美关系，仍然在奔走发声。他呼吁美中再次进行认真对话，强调当前面临的国际局势更加需要美中双方合作。显然呢，他评估当前中美对话与合作不能令人满意。那如果我们梳理基辛格一段时间以来就中美关系的重磅发言，就会发现这位极具政治智慧与历史经验的战略大家，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走向是相当忧虑的，甚至他屡屡在就此发表刺耳的警示。那么基辛格老人发表了哪些刺耳警示呢？对于决策者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基辛格就中美关系趋势走向的最大警示，是对脱钩论的坚决回击，是对新冷战论的坚决回击。为此呢，他甚至不惜反复拿一战教训来说事儿。脱钩论甚嚣尘上，中美关系就会沦为美媒口中的自由落体，这当然很危险。因为呢，脱钩它的最终指向是可预见的冲突，乃至呢是军事对抗。基辛格2年前在北京出席创新商业论坛时就曾抛出震惊世界的山脚说。他说，中美已经处在冷战的山脚，警告呢，如果任由热战爆发并且失控，后果会比一战还要严重。去年在美国参加同一论坛，老爷子呢就再度大声警告，称中美应就不诉诸武力来达成底线共识。仅仅时隔1年，那么老人对中美关系的态势评估又趋严峻。他警告中美已经在上山的路上，警告两国气虚就不诉诸武力来达成共识。老人还曾经在纽约另一场视频会议中强调说，华盛顿必须要正视这一点，美国保持经济以及技术的实力
这种单边优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辛格就呼吁中美两国必须要探讨如何为潜在冲突来划界，一旦越界呢，就不应该再升高威胁与对抗。说白了，中美应该为避免冲突升级来划定双方都接受的红线。而基辛格他定义的中美关系红线是不动武。世纪老人的威严警告是杞人忧天吗？当然不是。我们已经从基辛格口中再度确认，中美关系的原初起点就是一中原则。但是呢，时至今日，美国不少政客、不少势力、不少舆论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在挑战一中原则，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操弄台湾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智库学界乃至一些个政客在公然鼓吹美方应该放弃所谓的对台战略模糊原则。在华盛顿颇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上周呢，他以纪念基辛格50年前的秘密访华行程为名，在《华盛顿邮报》刊发署名评论 ：“Strategic ambiguity is no longer a prudent U.S. policy on Taiwan。”战略模糊不再是美国审慎的涉台政策。鼓吹美方应该打破现状，就所谓台湾选项来摊牌，这不是在反思历史，是在强暴历史，是在挑动美中对抗。那么读到这样的所谓政策反思，估计世纪老人基辛格他再有修养，也一定会气炸。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在8月31号结束，阿富汗人民必须决定自己的未来。而随着美军的撤离，喀布尔的局势日益紧张，反对派势力塔利班武装迅速做大，先后在多地与政府军交火，并逐步控制了阿富汗的大片领土，其中大多数地区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就被交给塔利班。We did not go to Afghanistan to nation build, and it's the righ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fghan people alone to decide their future and how they want to run their country. Afghan leaders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drive toward a future that the Afghan people want and they deserve. 拜登曾在今年4月表示，撤离工作将于今年9月11号前完成。美中央司令部周二确认，美军从阿富汗撤离进程已经完成90%。美国防部出动1000架次运输机，将1.7万件不同装备运出阿富汗，并将基础设施正式移交阿国防部。英国首相约翰逊周四也表示，大部分派驻阿富汗英军已经撤离。是所有的人应该说比较意外，没有想到他会撤得这么快。因为他大概到5月底或者6月中旬的时候就完成了过半了，然后现在已经达到了90%，基本上就说除了一些扫尾的工作，一些他还想保留的军事的力量在里面，他应该说想撤走的该带走的，像重型武器什么的都走了，所以可以看到这次美军的撤离速撤，然后呢，有些不顾及颜面的一种速撤。上周五，美军在夜色朦胧中悄悄离开在阿驻扎近20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且未通知基地的阿指挥官，甚至也没有惊动巡逻的阿士兵。直到2个小时后，阿方面才发现美军撤离。美军撤离时留下大约350万件物品，包括数千辆民用车辆和数百辆装甲车，以及小型武器和弹药。而在美军悄悄撤离后不到20分钟，电力系统就被切断，致使基地陷入一片黑暗。抢劫者们从北边进入基地，冲破屏障后洗劫军营，把能拿走的东西都搬上卡车。过去20年，累计超10万名美军在此驻扎，附近也逐渐发展成一座小城，建起满是商铺的街道，还有各种各样的快餐店。随着美军撤离，这些足迹将消失殆尽。基地大门外的垃圾场，当地居民成群结队而来，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寻找可回收物。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这种历史性的大逃亡充分显示了美国放弃阿富汗的决心，这对于多年来一直依靠美军的阿富汗国防军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一直以来对阿富汗政府军的不信任，就是他怕把消息真的是给他们共享或者公布于众，然后比如说泄露给塔利班啊，然后带来不必要的伤亡。为促进阿国内和平进程，拜登强调，美将通过坚定的外交努力，促成阿富汗达
达成和平协议。2周前，拜登在与访美的阿富汗总统加尼会晤时也表示，美方致力于全面支持阿富汗内部谈判。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阿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周4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认为，继续发动战争将带来危险并损害国家，所有努力都必须以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为导向，同意继续就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机制，以及就伊斯兰治理体系展开讨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龙直言，从阿富汗撤军是拜登执政以来外交政策上最糟糕的决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5表示，很多事实表明，在国际道义与一己私利之间，美国总是选择后者。美国在全球多地推行其所谓自由民主体制，强推政权更迭所引发的动乱、战争、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后遗症，至今难以消除。美国罔顾责任和义务，迫不及待从阿富汗撤军，将烂摊子和战乱的局面甩给阿富汗人民和地区的国家，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捍卫民主人权幌子背后的虚伪人设。美军不负责任地撤出阿富汗，当地局势越发动荡，不仅难民外溢到邻国，甚至还出现阿富汗政府军逃到邻国的现象。上合组织下周将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会，议题之一就是北约联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安全局势。历史上，美国的干涉主义无一例外都是以跑路收场，这给当地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阿富汗要如何才能回到发展的轨道？来看看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5宣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下周1至周5对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中亚和南亚地区互联互通的挑战和机遇高级别国际会议。今天记者会一开始，汪文斌就主动发布了王毅国委将出访中亚3国，并出席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的消息。汪文斌还多次强调，王毅对于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表态的不能因撤生乱，因撤生战。美方当年造成阿富汗的混乱，如今匆忙撤军又留下烂摊子，而中方作为阿富汗的友好邻国，在多边平台上与周边国家积极协商，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贡献积极力量。下一步，国际社会要发挥各自的能力，一定不要让阿富汗的这种局势变更、美军的撤离变成一场巨大的悲剧。时代变了，大家都在与时俱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和国际社会其他的主要的相关的国家一样，它会发挥适当的这种调节作用。像王毅外长马上就要对中亚3国进行访问，参加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会议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正在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很适度的义务。对于即将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周5表示，讨论的重点将放在外国军事特遣队撤出阿富汗情况下该国的局势问题。鉴于阿富汗局势动荡，6月19日，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进一步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并利用国际商业航班等尽早离境。外界注意到，一架上周5自阿富汗直飞往武汉的航班极不寻常，因为中国和阿富汗之间没有直飞的民航航班，而且航班号 MF8008 也不在常规商业航班数据库中。本周4，直飞该航班的厦门航空公司发布新闻稿中写道：“祖国没有忘记你们，厦航执行特殊航班接在阿同胞回国。”文中透露 ，MF8008 是一趟临时航班，共接载了210名滞留阿富汗的中国公民。至于阿富汗就是目前出现的混乱状况，会不会给中国造成危害？我认为就是很简单，绝对不会。尽管目前塔利班已经占了瓦罕走廊，理论上呢，中国的边防部队已经和塔利班的势力有了一定的接触，但是我们知道塔利班他没有和中国作对的意图，而且在过去几年，我们的边防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员从阿富汗进入中国，这一点是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这样说。阿富汗局势恶化，导致难民潮外溢。近日甚至出现了阿富汗政府军撤往邻国的现象。上合组织成员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边防军新闻中心周一发布消息称，周日夜间至周一凌晨，共有1037名阿富汗政府军官兵从与塔接壤的巴达赫尚省退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周三，他们乘坐飞机返回阿富汗。塔方表示，出于睦邻友好以及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的原则，允许政府军人员入境。塔方还表示，目前塔阿边境线的70%已经被塔利班控制，仅依靠自身力量，塔吉克斯坦很难应对来自阿富汗的挑战，因此呼吁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提供协助。俄罗斯国防部周一组织了一场在塔吉克斯坦的演习，模拟了对非法武装团体以及车队、敌方火力点和武器库的攻击。2架米24攻击直升机和2架军用运输直升机向超过15个地面目标发射了非制导导弹。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刚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出，阿富汗目前确实有一些难民逃离到邻国，但必须要看到这次的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美军这次就是突然的、仓促的，而且是很果断的撤离，当然对于阿富汗社会是非常大的震动，是吧？过去和美军有直接工作联系的，他们都有外逃的意愿。这样的话，就给周边国家就是造成压力非常大。如果这种外逃现象得到适当的解决，阿富汗内部的这种屠杀报复行为，它的力度不是很高，这个对周边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阿富汗的如果内部的反报复行动就是太激烈的话，对周边所有国家都不是什么好消息。自美国总统拜登4月份宣布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计划以来，阿富汗事实上处于局部内战的状态。塔利班近期访问了伊朗和俄罗斯，并向周边邻国做出安全承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趋向于认为塔利班将在美军撤出后的阿富汗政坛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辛周三接受了香港南华早报旗下的本周亚洲的采访。苏海尔表示，塔利班已经做出承诺，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的土地去攻击中国等国家，不管是什么个人和实体，也不管他们想攻击哪个国家。他还表示，中国是阿富汗最主要的投资者，在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有必要寻求与中国就投资问题进行谈判。观察指出，这显示塔利班已经在筹划执政后的建设事项，但塔利班仍需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对象。最近，国际社会一直在协调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权的和平谈判。那么，对于和平谈判的前景，您看好吗？我觉得这本身就非常有意思。美国一度曾经把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必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就不得不把塔利班当成阿富汗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本身就反映出了阿富汗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甚至意味着美国已经在向塔利班投降认输了。只要美国撤军后的3个月内，阿富汗政府就会垮台。这也是俄罗斯、土耳其、德国、印度纷纷关闭其在阿富汗北部领事馆的原因。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塔利班重夺阿富汗政权，可能已经不再是会不会的问题了，而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假如塔利班的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在亚洲的心脏地带将会同时出现2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并有可能成为其他中亚乃至其他中东国家效仿的对象。如此一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原本期待的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逐步实现世俗化与民主化的愿望就将彻底落空。